当风沙与时光交织，埃及像一段被时间反复书写的古老诗篇。我走进了历史，也走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。当夕阳洒落在古老的石壁上，当风掠过无尽的沙丘，眼前的风景就像一幕幕被时间定格的画面。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神秘而中立的国度，揭开属于埃及的千年篇章。Hello， 大家，现在我人在桃园机场，对，熟悉的地方。上次去年底我是去土耳其，然后今天呢，我要去一个也很酷的地方，也算蛮近的地方，就是埃及。哇，大家听到埃及就会想到古文明嘛，就会想到，假如说像24小时制就是来自埃及，然后埃及还发明了太阳历，很多种巧思，然后很多很神秘的地方，然后包括说大家可能很熟知的图坦卡门，或者是很熟知的金字塔、古夫金字塔、孟卡拉金字塔、卡夫拉金字塔这些。今天是3月27号，对，然后我们预计到4月8号，共13天的时间。我们是先从桃园机场出发飞上海，然后再从上海到开罗。然后这次呢，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是自由行，因为其实我原本是要独旅，但是呢，同事听到我说，我要去埃及，所以他们就说，那他们可不可以跟这样？所以最后就变成3个人一起，对，那也是蛮酷的体验，对，所以希望一切能顺利，跟大家分享。我还为了这个，然后做了一个 app 这样，这是我用 Gemini 做的，然后上面就可以记得每一个行程，然后包括说行李啊，然后什么账务啊这些东西这样，所以算是一个解锁很多功能吧。然后因为毕竟大家听说埃及就很危险或什么的，但我觉得人生一次总要去一次埃及，所以还是想说就去看，对，所以其实自己蛮期待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咯。从台北飞往上海的航程，搭乘中国东方航空 MU5008 班机，总飞行时间约2个小时。短暂停留于浦东机场后，在凌晨时分转乘 MU223 航班，正式朝着埃及前进。深夜的航班穿越层层云海，载着我们一路向西飞行，直到晨光缓缓洒落机翼，沉睡的大地逐渐苏醒。经历10多个小时的飞行后，终于踏上这片曾在历史课本中读过无数次的土地——埃及。而这趟横跨8000多公里的旅程，也正式揭开序幕。好了，经历千辛万苦，终于抵达开罗了。今天的住宿呢，有金字塔，房间就有金字塔，对，所以想说来带大家看一下。今天住宿的地方叫做 Prestige Pyramid Inns。刚才那个防务人员带我们来开箱房间的时候，然后大家看到都超激动的，因为直接可以看到金字塔，所以想说来带大家开箱一下。首先，一进来的房间就是柜子，然后镜子，2张床，然后跟备品，然后还有冰箱。接着外面，有没有？这边就是金字塔，而且就是古夫、卡夫拉跟孟卡拉的金字塔。然后还有电视跟镜子。接下来就是浴室。然后跟小的备品，然后水龙头，它是直接喷洒式的。然后呢，另外一间就是有浴缸，然
后可以看到金字塔这样其实2间加起来2个晚上是5628，所以一个人这样除下来2天应该是2800左右，就一天大概就1400这样，其实还不错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去穆罕默德阿里的清真寺，对，这个我也是蛮期待的，因为听说它其实跟我之前去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其实是差不多的，像20埃镑上面的图案其实就是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。好，等下我们去见本尊，出发吧。You need English guide? What's wrong with English guide? You need? I ask you, you need English guide? Nine. Moshe, What's wrong with? 他只喜欢这一条线。看我身上有什么我喜欢的味道？灵气高。我有灵气。他真的超喜欢你哎。对啊，他是觉得你有食物是不是？哎，我还真的有食物。旅程的第一站来到了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，阳光洒落在白色的石墙上，巨大的穹顶与高耸的宣礼塔勾勒出开罗的天际线。站在这里，仿佛能同时看见历史的厚重，以及这座城市至今仍然跳动着的脉搏。Never fear,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. You and I are like starlight. Vai. No, facciamo Ok. Dai. Professional. No, no. Habla German. 听很专业，听很专业。听好，真的好像赚钱了。那个好像玩的好像大。啊，对对对。Cool. Ok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A mia moglie è una, vai. Look around, take a breath, take it all in. Every moment led to this. 好的，第一站呢来到了穆罕默德的阿里清真寺。其实最著名的就是在20埃镑上面，其实就是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的图案。那它其实在石材上面其实就是用雪花石制成的，
所以又称为雪花石清真寺。这个清真寺啊，其实和土耳其的蓝色清真寺其实算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原因，其实在于，因为它其实是同一个建造者、同一个设计师，然后他们完工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。为什么会建造这个清真寺？其实是在穆罕默德·阿里这个人，他呢，其实表面上、名义上是说要纪念他的长子，就是英年早逝。然后为了要摆脱奥斯曼土耳其的政权，所以他才建造了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。但其实上根本不是这样。说到事实，其实在1811年的时候，在萨拉丁城堡这边，就是发生了一个萨拉丁城堡大屠杀。他呢算是屠杀了数百名的，就是贵族，这样就是为了巩固他的政权，对。然后为了弥补他的罪恶感，所以他才就是下令建造了这个清真寺。听说他晚年的时候，其实也是就是葬在这边这样，对。所以它其实有一个更深层的含义。虽然它跟蓝色清真寺看起来很像，但它其实外观上或是在这个景色上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就以这边来说，它其实现在我这个身后其实就可以俯瞰埃及，看这个地方超级美，连金字塔都可以看得到，算是观赏日落的地方吗？超级漂亮。其实我刚才在这边，然后就被一群就是意大利人还是什么，然后就围住，因为我们其实原本在这边拍摄，就是我在想说在那边拍照什么的，然后大家看到我也很会拍，所以就全一拖拉库人都来找我拍的，对，还蛮有趣的，然后我也躲不掉，所以旁边的人也没有要救我的意思，但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体验。然后这边阳光洒下来，在穆罕默德阿里清真寺里面，就真的是很漂亮，尤其那个阳光洒在那个雪花石上面，超级美。对，所以我刚才自己也按了很多快门，这样。好，那我们就准备前往哈利利市集吧。这个哈利利市集其实也是埃及历史上已经有600年了，就是历史很悠久，然后很大、很知名的市集这样。那我们就准备去看看吧。晚上这边其实也可以看到金字塔，但是还蛮漂亮的，因为其实都有点灯，对，只是因为距离就是外面街道其实还蛮近的，所以时不时都会有喇叭声。好的，第一天其实真的算是真的是还蛮充实的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我是有那种就是帮人的那种缘分嘛，不管是在店家里面什么逛那个礼品的时候呢，就会有那个其他外国的人就直接说你可以帮我什么什么忙嘛，这样，对，或者是像稍早在那个清真寺的时候就会说可以帮我拍照嘛，然后就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这样，然后就一个拍完，然后就接着另外一个这样，等，但是还蛮有趣的，但也因为这样，就是我的那个能量消耗就特别快的。当然在这边还要习惯的就是跟土耳其差不多，就是包括烟啊、雾啊，然后喇叭啊之类的。对，就是这边很常，就是马路上大家就会随便叭叭这样，然后去代替沟通，这是一个蛮酷的体验啦。只是就会觉得哇，对我这个爱人来说会觉得很焦虑这样。然后今天的话是逛完清真寺之后，然
后我们就接着去哈利利市集，对，然后还看到了那个就是蛋的那个老板这样。然后我们逛完哈利利市集小逛一下之后，然后就去吃晚餐。但是在吃晚餐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埃及特别早关嘛，就是大概9点就都关了，就是全部关的那种。对，那刚好在8点多的时候，50几分的时候，我们就真的是压线，就是刚好说可不可以外带，然后他就说好，那就让我们外带这样，所以我们才带回来住宿的地方吃。但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今天有特别的，就是节日或什么之类的，因为其实在 Google Map 上其实都显示说什么营业到凌晨12点、凌晨2点那种，但是到9点都关了这样。明天的话就真的是包一整天的行程，从早上8点出发，然后就会到左塞尔金字塔。它这个左塞尔金字塔其实也蛮有趣的，它是埃及最早的阶梯式金字塔这样。对，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会在吉萨高原去骑骆驼。当然我自己在土耳其的时候有骑过，然后但是我不确定在埃及骑会不会跟在土耳其骑是一样的，对，感觉是不一样的体验。然后接下来的话就会去看石仙人面像，然后最后去看河谷神庙这样，然后再吃晚餐，对，然后再回住宿这样。我自己是还蛮期待的，因为有很多可以亲眼见证的地方景点这样，对，所以我自己是蛮期待的。好，那我们就吃晚餐，那我们明天见喽，晚安。第二天一早，在住宿享用完早餐后，我们来到了埃及最著名的景点吉萨金字塔群、古夫、卡夫拉和孟卡拉3座金字塔。穿越数千年的时光，依然巍然矗立于眼前。当亲眼看见课本中熟悉的画面出现在现实世界，那份震撼远远超出想象。随后，我们骑上骆驼，缓缓穿越金黄色的沙漠。脚下是漫漫黄沙，眼前是古老的金字塔，仿佛置身于历史课本中的场景，一切都显得如此不真实。结束骆驼骑行后，我们也来到了3座金字塔中规模最大的古夫金字塔，近距离感受这座世界古代7大奇迹之一的壮阔与神秘。好，来，准备要撞到人了。 ，3、2、1。不是这样子。没有，现在 she just acting。你要跳起来。You are cute。他不要跳，先跳起来，然后没有。We are professional。离开古夫金字塔后，我们继续沿着古埃及文明留下的足迹前行，从河谷神庙到塞加拉的特提金字塔。作为埃及第6王朝法老特提的陵墓，它也是塞加拉最重要的金字塔之一。
哇！In this moment that we're lost in, ooh, it's magic, magic all around us. I can feel it, that we're falling, falling every time I close my eyes. 而金字塔的最后一站，则是来到了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——左塞尔金字塔。当左塞尔金字塔出现在眼前时，才真正感受到历史的厚度。这座被视为埃及第一座金字塔的建筑，不只是法老的陵墓，更像是一切金字塔传奇的起点。历经4000多年的风沙洗礼，它依然静静矗立在沙漠之中，见证着文明的诞生与流转。好的，在我身后的金字塔就是左塞尔金字塔，然后也是埃及第一座金字塔，也是埃及最古老的金字塔。然后它的设计是阶梯状，然后呢，它看起来是阶梯状，是因为其实这是他们第一次做这种尝试，这样从传统的马斯塔巴，就是慢慢进展到平整金字塔的第一步。那设计这个左塞尔金字塔呢，就是印和田。他在第3王朝的时候，其实是左塞尔的臣子这样。其实他们原本想要打造的就是像第1王朝、第2王朝那样，就是传统的马斯塔巴的墓。但是左塞尔他其实想要更壮观的设计，所以就用马斯塔巴的墓这样慢慢层层叠上去，就现在目前总共有6层这样。所以呢，他设计了这样很多个马斯塔巴的，就层层往上叠的这个结构，这样就成为了现在的第一座的金字塔。然后印和田其实也是加工石头的这个技术的创造者。旅程的最后一站，我们来到了孟菲斯，古埃及最早的首都，也是上下埃及统一后所建立的第一座首都。数千年前，这里曾是古埃及的政治与文化中心，见证了王朝的兴盛与文明的诞生。在孟菲斯博物馆里，最令人印象深刻的，莫过于这尊横躺着拉美西斯2世的巨型雕像。这座雕像于1820年在普塔大神庙遗址被发现，重达83吨，即使静静地躺着，依然能感受到昔日法老的威严与气势。据说这尊雕像是为了纪念西元前1274年的卡迭石战役而建造，诉说着古埃及与赫梯帝国之间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。曾经只能在历史课本中读到的故事，如今就真实的出现在眼前，而这一天也在古埃及文明的余韵中缓缓画下句点。